来到 GFH， 很荣幸呢，请到齐董呢对我们介绍这个冷激光的这个产品。我们现在为各位展示的是一个飞秒激光的一个加工能力，还有它的加工特征。然后大家可以看到，就是说现在目前我们可以用光来进行这个真正意义上的光制造，这是一个3维的光制造。通过光的这个脉冲能量变换我们可以实现3维5轴的构型。光源的选择上面，我们可以有各式各样的光源，比如说我们可以加工金属、非金属。那么如果加工金属的话呢，我们可能用的是红光；然后我们加工非金属的话，我们可能用绿光。对台湾客户来讲，比较有可能会加工的就是在半导体方面的。基本上这飞秒激光它是不挑材料的，因为它是通过这个光的脉冲打断这分子的范多瓦力，使它直接离子化掉。针对类似半导体用的陶瓷等等都可以使用的吗？对，特别是在玻璃方面。现在目前的话，接到客户要求开发第3代，在晶圆的这个封装这一块的话，包含它的这个 CoWoS 制程里面 ，wafer 到 substrate 上面的话 ，substrate 是需要打孔的。现在的玻璃通规大概有300 ml、500 ml 跟700 ml， 非常适合飞秒激光的加工的这个范畴。它速度很快吗？这个要看它的厚度，更重要的是它的这对质量的控制。开发出来它的工艺参数以后的话，会想办法让它的整个 pitch time 加快。在传统的机加工行业里面，就 CNC 上面，他们已经突破了他们的极限了。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30微米的孔径，像我们一般的话，在这个我们的机床上面可以实现1:20的近深比，甚至更深。现在来讲的话，我们已经可以轻松做到5到6毫米了。特别在一些超硬合金，实际上现在目前未来的微型洗刀的部分的话，我们已经可以完全用激光构型，整个这个上面的螺旋槽，还有它的顶部结构。那不管它是再硬的金属，我们基本上都可以用飞秒激光。所以说它的螺旋槽，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冷激光这样完全没问题，完全没问题。哇，那真的是太厉害了啊！谢谢。